中共的四中全会结束了，而盛传1年的老百姓期盼已久的军事政变没有发生。那些摇滚听床师们出来道歉了吗？而时下另外3件事成为新的热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5号，感冒基本算是好利索了，今天多更2期。军事政变终于破产了吗？我怎么就没看到一个听床师出来道歉了呢？现在有3个热点成为新的热议话题。第一个就是老习到底有没有接班人？第二呢，军队经过9名上将的清洗，他的战斗力提升了还是下降了？还有没有能力武力攻台？第3件事儿，接下来的10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，这老百姓信吗？先说第一件事吧，老习的接班人，他一定在他的心目中酝酿好呢，只是现在还不方便公布。为什么呢？在美国的媒体通常是要慢半拍，他们就问了个疑问，说现在老习已经71岁了，生命按照自然规律也进入了10到15年的倒计时，那接班人总应该开始培养了吧？但问题是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，他不认为自己到了那个时候，现在应该是叫秘而不宣。那我们讲现在的常委，包括接下来要提拔的人，都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。在中国的独裁者，唯一信任的那就是血亲、老婆、子女，哪怕是私生子，他也算。唯独是大臣老臣不光不能传位，很可能成为什么呀？政变的发动者，因为他们有威望，也有这个实力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老毛在720事件的时候，1967年，他就长了一个记性，因为当时的百万雄师已经围困了他居住的武汉东湖宾馆，要进来给他对峙。当时已经不叫主席了，叫那个人，要找那个人逮他，要质问他，甚至把他给捕了下来。当时可把老毛吓坏了，他这辈子只愿意坐安全性比较高的列车，通常情况下他不坐飞机。你看他去苏联访问都是坐的专列，不想坐飞机，因为飞机非常容易出事故，也容易被政治对手放了炸弹掉下来。当时他不得不为了紧急脱险，坐了周恩来安排的飞机，飞到了上海。自从那件事以后，他就留了个心眼，我坚决要给自己留一个后门，因为人家叫润之，也就是跑路的意思。所以说在这个中苏交恶期间中南海地下构筑了很多的工事。他一看他居住的丰泽园也搞了一个地下工事好多房间也有饮用水，也有通风系统。他做出了一个你想不到的决定，搬家，不能住这儿。为什么呢？他不希望自己有一天被围困在这个地宫底下，他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毕竟他也这辈子熟读这个《资治通鉴》，据说翻了好几十遍都翻烂了。在赵武灵王死的时候，就是在沙丘宫。尽管他一生戎马生涯，战功赫赫，已经当成了赵国的一把手领导人了，但那又怎么样？饿你3个月你不照样死吗？所以他一看你建了地宫，我就要搬到游泳池去，而且几乎是3天2头召见自己的大臣，告诉所有的人我还活着呢，我身体还可以。我举这个案例就是想告诉你，老习现在心目中最重要的不是树立接班人，他也不相信任何的接班人。因为你只要立个接班人，你的权力就进入了削减的倒计时了。大家都知道你的已经是接近于死亡了，而楚军呢，权力是越来越大。那这个独裁者当着多危险
甚至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太子直接把老爹干死的情况。所以什么时候他立接班人呢？直到他再次中风，或者说失去了语言功能，那时候才可能会立。但现在已经在实务上进行训练，无论是彭妈妈还是他的那个孩子们，实操就是我怎么批阅文件，我的管理治理思想是什么，现在实际上已经在传授，但是秘而不宣。直到有一天丧失功能的时候，说不出话，走不了路，他才会对外宣布，我已经培养了7、8成熟了，接下来他该接管天下了。所以你在看这次的这个大会闭幕每个人的神情非常严肃，无论是人大委员长纪委书记就那7个常委，你看到一个人有笑脸吗？通通没有笑脸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干个几年我们就会离开这个权力的中枢，这个天下仍然是习家的，不信呢，咱就走着瞧。第二个呢，他清洗了9名上将，又把张生民管军纪委书记升为了军委副主席。那就有一个问题是，那解放军经过清洗以后，战斗力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？对于武力攻台是个好事还是坏事首先说，这个战斗力它肯定是下降了，但是有一条它的服从性上升了。清洗的这9名将官有一半来自于政工系统，包括总政治部主任，那就管着谁升官考核的；另一部分呢是军事主官。当一个军队包括2个副主席、主要干部来自于政工系统的时候它有一条会加强，就是服从性和纪律性，但战斗力势必会削弱。你无论是军工科技的提升，还是新的战法都是建立在开创的思想，让你去试错来完成的。如果不允许出错，一丝一毫都不允许，没有容错率大家只能是求稳。当你求稳的时候，服从性增加了。所以说，对于是否武力攻台以现在的战斗力实际上足够了。所以老习不用担心这个，他最担心的不是战斗力，而是服从性。我这个命令下去，你们出不出动？现在他不用担心了，底下人都是自己提拔的，已经是提拔的第2波人了。那9个人也升的上将，也都是他提拔的，就是要告诉军队的人们，我提拔你，你要干活，你不好好干，我照样把你给拨了下去。那真正是否武力攻台取决于2个因素，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因素。如果单纯从军事实力上，包括双方的抵抗意志来看台湾的军力和民心都不支持打仗，在军事实力上不占优势。现在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是美国是否介入，啥时候介入，还是说等你黄瓜菜凉了再介入，还是说你出动我就航母过来，这个是个未知数。所以老习接下来的3年多他会观察老川你是否具备这个决心。因为你看俄乌战争的时候，他尽量避免得罪俄罗斯，连俄罗斯那个奶奶样的 GDP 只有广东省1个省他都不敢动，他都忌惮对方的核武器。那现在中国这么大的经济实力，我也有核武器，我怕老川什么呢？老川尽管你有全球最大的军力，但你没有使用他的胆量和决心。你吓唬这个委内瑞拉马杜罗可以那你吓唬老川这个普京看看，目前不现实。除了美国因素，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危机。如果进一步加强，失业的人口再多，他为了凝聚民心，然后呢也许会消化一些失业人士，那就来一场战争。所以说未来3年多是否会武力攻台，取决于这2个因素，这都是变量的。第3件事呢，未来10年的内外政策还有盼头吗？大家看了这个公报你就把5年前、10年前的公报拿出来一看，没啥变化。
他说的未来10年中国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，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五彩的泡沫。这个就像我们小时候讲的啊，你要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，咱们要实现4化，什么农业现代化，什么工业现代化，什么科技现代化，实现了吗？现在很多年轻人连工作都没有。所以说啊，一个国家是否是中等收入，不光看 GDP， 中国 GDP 第2的，跟你有啥关系呢？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仍然是什么？就业率、人均收入，你每月放兜里多少钱，这才决定你是否是这个中等收入国家。另外啊，世界上你既然想成为中等收入国家，那你要看这些国家走的什么道路，那一定是什么市场经济啊，独立媒体呀，军队国家化呀，什么三权分立呀，应该是这些东西是土壤，才完成了经济的发展和腾飞。你如果没有这个土壤，你空喊无法实现的。就像我们小时候讲的4个现代化呀，吹了个牛皮，现在永远实现不了。第2个是内外政策的变量，它对外一定是斗争的，现在讲边斗争什么边备战啊，边什么发展。你只要一听说斗争，它通常啊是国内国外一起斗。国外斗的什么呢？只要是反对他独裁的，他一律斗，只要民主国家都是敌人。对内呢，什么要制造敌人啊？既然有经济危机的时候，让你恨谁？恨地产商，恨资本家，你没钱是因为资本造成的，那终究是有可能把富人中产的利益啊切割一部分扔给穷人啊，救救急也仅此而已了。所以未来10年的经济它只会越来越卷，而不可能实现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。好，这3个答案啊，是我个人的不成熟的见解啊，仅供您参考，也算是抛砖引玉。欢迎您在留言区留下自己的观点。稍后呢，咱们聊另外的一个话题，敬请期待。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，每天都有更新，更希望您打开小铃铛，咱们在第一时间再会。